全师全最重、最强、最贵的轮式装甲车，接近40吨的战斗权重堪比轻型坦克，火力堪比15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近千万欧元的单价比一般的军用飞机还要高。全师犬模块化的设计也相当前卫，与美国的滨海战斗舰类似，只是与滨海战斗舰不同的是，全师犬的家族很庞大，衍生型号多的数都数不过来，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全师犬做不到。火力军愿称其为世界第一轮式装甲车。问题来了，同样都是模块化设计，为什么全师犬的命运与滨海战斗舰完全不同？在实战中，全师犬又能发挥什么作用？一般的轮式装甲车也就20几吨的重量，而全师犬的体重却达到了30多吨，配备附加装甲，全重可能会达到38吨，接近轻型坦克的标准。重也就意味着强，全师犬采用模块化设计，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选择不同的基础任务模块，比如155毫米口径榴弹炮的炮塔、反无人机的天空游侠30等等。在野战条件下，只需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更换全师犬的任务模块，属于典型的万能车型。车内还有马桶、空调与热水壶等设备。装甲车开起来之后，成员完全听不到外面的噪音，主打一个舒适。火力军觉得全师犬可以跟英国坦克的红茶组聊到一起，只是强是真的强，贵也是真的贵。2018年的时候，澳大利亚采购了211辆全师犬，总额达到了21亿欧元，单价接近1000万欧元，大约是美国史崔克装甲车的1倍。有句话说得好，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明明在国际市场上还有很多便宜好用的轮式装甲车，为什么德国要建造那么重、那么贵的装甲车？全师犬最大的特点就是模块化，而这点也是全师犬偏重的原因之一。就德国近年来的地面作战车辆来看，模块化一直都是德国的主要追求之一。比如20世纪的 NGP 项目，今天的美洲狮、山猫步兵战车，或多或少都拥有一些模块化设计，而全师犬就是最成熟、最成功的模块化装甲车。全师犬由驱动模块和任务模块2大部分组成。驱动模块包含了动力包、悬挂、燃油系统、电器、驾驶位等系统。任务模块则是一个标准尺寸和形状的容器，安装在驱动模块的背面，容纳特定设备。任务模块的拆装连接方式也很简单，只需要插拔电源和看总线接头，空气供应软管卸下几个螺栓即可。整个过程可以在30分钟内完成，就算是在野战情况下，这个时间也不会超过1个小时。模块化设计的好处有很多，比如升级式的便利，在军用装备的服役期间肯定要经过几次服役，添加或者替换一些设备。对没有模块化的车辆来说，这一步是很麻烦的，还要对那些与升级配件无关的组件和系统进行资格预审和认证。而全师犬完全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如果对变速箱进行升级，只需要变动驱动模块就可以。任务模块可以沿用现有的，如果改动侦察车辆的光学设备，直接替换任务模块就行，驱动模块不需要经过重新认证。此外，模块化的设计也降低了运输难度。一般情况下，重型轮式装甲车因为尺寸和重量的限制是无法进行空中运输的，但全师犬不一样，全师犬战车的总重已经超过 A400M 的承受能力，但模块分离的设计可以使全师犬分开装，抵达目的地之后再组合起来。对某些内部空间有限的运输机也是如此，可以选择卸下任务模块，降低运输高度。在作战时，这种模块化设计可以大大减少装甲车的数量。以前需要12辆装甲车才能负担的任务，现在全师犬只需要6到8辆底盘，与5个不同的任务模块就能够搞定。车辆总数可以减少1/3，甚至是一半，节省了为车辆配备的人员兵力，大大降低了后勤维护的成本与压力，也利于在战时迅速转换车辆用途，提升维修速度，保证战斗力。
为了更方便地更换任务模块，德国还专门为全食犬发展了蝎子升降装置。该装置是一种可移动的吊具，可用于更换和维护全食犬的任务模块，也可用于吊装其他不超过 1.25 吨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全食犬与滨海战斗舰命运不同的原因。滨海战斗舰太重、太费钱了，模块转换太过麻烦，无法快速执行作战任务，而全食犬不同，1个小时之内就能完成设计。从这个角度来看，小型装备的模块化才是未来。如果是一种无人艇采用模块化的设计，经过简单的改变就可以执行不同的任务。火力军觉得模块化的无人艇同样可以获得市场认可。不过也正因为模块化的缘故，全食犬必须得做得足够大，为车族的发展留下足够大的余量，而不是像美国的史崔克那样整体过于紧凑，增量升级的空间相当有限。为了提高防雷和载荷能力，史崔克在发展过程中把车体结构、发动机、悬挂、供电等部件几乎全部换了一遍。战斗权重也由最初 FBH 型号的19吨增加到了 A1 型号的 28.5 吨，已经丧失了使用 C130 进行空运的能力。更难受的是，如此的大动干戈带来的结果并不是很好，弹道防护能力没有很明显的提高，各型号零部件不通用，给后勤带来的额外压力。此外，任务模组舱本身并不具备支撑整体结构的效果，导致共通底盘需要更大的结构强度来承受模组舱在战术运作或遭到敌方火力命中时的应力，这也是全食犬太重的原因之一。至于重量所带来的问题，德国并不在意，也可以说，对于德国而言，车体太重不是坏消息，而是好消息。相较于同期的8×8装甲车，全食犬运兵型的空重达到了24吨，远超过美国史崔克的16.47吨，与芬兰 AMV 的16吨。即便在满载油弹与士兵的战斗状态，史崔克和 AMV 也才分别达到18.5和27吨，全食犬却飙升到36吨，重量甚至超过了一些履带式装甲车。同时，全食犬的尺寸也很大，比 M1 还要大上几圈，这也就意味着背弹面更大，更容易被敌方击中。所以全食犬在防护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底盘采用高硬度钢板制造，并具备微型底盘抗炸设计，可抵挡下方10公斤地雷的爆炸。正面装甲则是钢和陶瓷组合成的装甲板块，基础防御力达到了北约标准化协议的第4级标准，可以抵抗200米外射击的14.5毫米装甲弹，或者30米外爆炸的155毫米榴弹。如果需要高强度作战，全食犬可以加装复合装甲，锁上 AMAP 复合装甲后，全车可以达到第6级防护标准，抵抗500米外射来的30毫米脱壳穿甲弹。全车与车顶能抵抗10米外引爆的155毫米榴弹，也可以加装主动防御系统，比如打击盾拦截敌方火箭弹以及反坦克导弹。相比之下，一般的轮式装甲运兵车防20到30毫米口径炮的打击都比较难，而且全食犬可以防备攻顶打击，这点是其他的装甲车都做不到的，甚至很多坦克也做不到。不过，想要发挥模块化的价值，轮型载具的底盘必须有足够的动力、防护和承重力。全食犬的发动机是依据 MTU8V199TE20搭配 HD4070 全自动变速箱，即使是重量30吨以上的装甲车一样可以跑得很快。全食犬在公路的最大速度达到了103公里每小时，越野加速度也有不错的效果。在悬吊设计上，全食犬采用全独立式的双横臂悬吊系统，承重性能相当强，可以使底盘承受接近40吨的重量。即使之后更改任务模块也无所谓，如果其中一具悬吊失效或被炸飞，其他悬吊依旧能保持正常运作或转向，也可以在泄气的状态下行驶100公里，具备自行脱离危险的能力。极大的油箱也赋予了全食犬长达1100公里的航程。德国之所以将全食犬做得如此之重，主要是重视全项的装甲防御能力。德国的需求比较特殊，没有海外部署的需求，全食犬就是一款防御性的装备。
德国预想的战场就是欧洲的大平原，追求防御、机动与火力。虽然在坦克上这3点不好均衡，但轮式装甲车则完全没有问题。毕竟轮式装甲车在公路上可以跑得很快，而荷兰的需求与德国相似，没有外部作战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德国与荷兰会坚持到最后，所以重一点也无所谓，而英法会在中途退出。至于全狮犬的车族稍微有点多，我们就来聊一下比较经典的型号。早在全狮犬被设计出来之前，世界各国的6×6甚至是8×8轮型装甲车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但德国并不打算一样画葫芦，而是使用真正的模块化设计，让全狮犬成为一种透过单一底盘搭载不同车厢的多用途轮型载具。全狮犬的基础款为装甲运兵车，但是它可以变成很多种装甲作战平台，比如轮式的步战车，也可以搭载自行高炮的炮塔，对低空飞行的战机与直升机进行精确打击。像155毫米口径榴弹炮的一个炮塔，甚至也能装上，也可以变成装甲救援车、指挥车、通信车、迫击炮车、轻障车、防空车等等。其中基础车型加强了防雷能力，其内部的液晶显示器可以显示各种作战数据，提高车辆的信息化程度。战斗侦察车则配备了更强的武器系统，就澳大利亚订购的车型为例，配备了口径30毫米的毛瑟 MK30 机关炮、长钉 LR2 多用途导弹发射装置，还有一座配备12.7毫米机枪的遥控武器站。侦察车的任务就是在敌方阵地前沿侦察，对防御能力与战场生存能力的要求很高。侦察车的车体正面可以防御30毫米穿甲弹的打击，车上还安装了主动防御系统，从而抵抗反坦克导弹的打击。除了输送、侦察，全狮犬的基础任务模块还包括战斗指挥模块、战场救护模块、后勤运输模块、装甲修理模块。只要开发出相应的模块，全狮犬的用途就可以不断拓展，比如搭载天空游侠30以及天空游侠35的轮式装甲车。针对当下战争无人机横行的问题，德国以全狮犬轮式步战车为底盘，搭载天空游侠30近程综合防空系统，任务只有一个：反无人机。该系统还配备了一座可升降的多联装近程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加上毒刺近程导弹，可对较远距离的目标实施打击和拦截。除了这些轮式，全狮犬还有履带式的版本，搭载 RCT-120任务模块。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行走部分换成了履带式，重量达到了41.5吨。履带式全狮犬搭载了一个 RTC-120 型炮塔，主炮口径也从装甲车常见的105毫米变成了120毫米。不过模块化设计与超强的防护也就意味着价格极为昂贵，就跟火力军上面说的那样，单价接近1000万欧元，大约是美国史崔克装甲车的1倍，比很多军用车辆还要贵。不过得益于出色的性能，全狮犬就算是贵也能卖出去不少，甚至最开始退出的英国也开始吃回头草。到目前为止，全狮犬已经拿下超过1500辆的订单。德国在装甲车的设计、制造和战术使用都极具特色，全狮犬就是其中之一。20世纪90年代，德国军队中的装甲车辆大多都是履带式，轮式装甲车相对较少，这也就导致装甲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严重不足。于是德国就打算研制一种新型轮式装甲车，只是由于囊中羞涩，德国拉来了几个队友合作研制，法国、英国也有类似的需求，二者一拍即合。只可惜后来英法相继退出，幸好后来还有一个荷兰加入了该计划，否则全狮犬是否能顺利养大还是一个未知数。就最终结果来看，全狮犬相当成功，唯一的缺点就是贵。不过贵也有贵的好处，除了性能上的优势，全狮犬坐起来也非常舒服，座椅都是根据人体工程学设计的，而且乘坐空间比较宽敞，不像俄式战车，对成员的身高还有严格要求。身高2米内的士兵乘坐全狮犬都是比较舒适的，而且座椅结构不与底盘直接接触，能避免将地雷爆震直接传递给座椅上的人员，减轻可能造成的伤害。
车内还有马桶、空调与热水壶等设备。装甲车开起来之后，成员完全听不到外面的噪音，设计理念类似民用的高端轿车，主打平稳性与隔音性。德国这就相当于在告诉客户，有钱你就来。全时犬研发出来之后，在外销上极为出色。除了德国、荷兰这些研发国家之外，还有澳大利亚211辆，立陶宛91辆。之前退出全时犬项目的英国也掏钱买了623辆。在立陶宛这边，全时犬被重新命名为狼式步兵战车，搭载以色列制炮塔和长钉 LR 反坦克导弹，美制 MK44 巨幅20链炮，列装于立陶宛铁狼机械化步兵旅。总的来说，出于提高防地雷能力、提高有效空间等方面的考虑，新一代轮式战车的体积和重量肯定比前辈更大，这点属于无法规避的工程规律。在新一代的轮式装甲车中，全时犬的重量的确是要高一些，体型比美国的 M1 坦克还要大，又加装了附加装甲，重量较大也无可厚非。但全时犬的重量也没有重到非常离谱的地步。RCT30 和长矛炮塔版全时犬最大额定总重都是 38.5 吨，全时犬全系列最重的 RCH155 自行火炮战斗全重为39吨，相比之下，回旋镖的最大重量也达到了 34.4 吨。轮式装甲车变重也算是轮式装甲车的一个发展方向，而全时犬作为当今轮式装甲车的老大，其重量化、模块化的思路，并且已经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在新一代重型轮式战车中，可以说全时犬是最受欢迎、业绩最好的。未来，全时犬将成为英、德、澳等国家陆军机动作战的主力。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还有哪些国家会购买全时犬？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